又见面了，大家好，我是 Ryan。很久没有拍 Honda 车了哦，今天终于有机会回来我熟悉的古来网络 Honda showroom 来拍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给你们看呐。到底这辆 Honda City Hatchback 和 Honda City Sedan 这两辆车又有什么不同嘞？再就是 SEV 3个版本的 Honda City Hatchback 在配置上面又有什么不一样嘞？今天这个视频啊，就让我一次过带你们看到完啦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讲，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看一下这辆期待已久的 Honda City Hatchback 吧。Let's go！ 现在在我身旁的就是 V 版本的 Honda City Hatchback 啦。讲真的，站在前面看的话，真的是很难分得出这辆车到底是一辆 City Sedan 还是 City Hatchback， 因为它的外观设计还有它的配置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啦。不过呢，有一个分辨方式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它中网这边 ，City Hatchback 它的中网是采用 Titanium Chrome 的设计啦。如果是 City Sedan 的话，它是采用了这个横格栅设计，是只有 City Sedan 的 RS 版本才会有 Titanium Chrome 设计的中网，这个是一个辨认的方式啦。然后 City Hatchback 它 V 版本的头灯，它是采用了这个反射式设计的 LED 头灯，我个人觉得其实看起来真的是蛮好看呐。不过 V 版本这个头灯它是没有 Auto High Beam 功能的咯。Auto High Beam 的功能就是讲 sensor 没有 detect 到前方有车辆的话，它会自动开启这个高灯功能；有 detect 到车来的话，它会自动调成普通大灯的高度。S 版本和 E 版本它是采用了 Projector 的 Halogen 头灯。3个版本里面呢，它都是有内置的 LED daylight 啦，基本上看起来真是很好看啦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啊 ，LED 的 fog lamp 呢是只有 V 版才会有的 ，S 版和 E 版是没有的啦。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就不太理想啦。City Hatchback 和 City Sedan 这两辆车的车身轴距都是一样的，都是2600mm。可是呢，它们的车身长度有点不一样啦，毕竟一辆是2厢车，一辆是3厢车。City Hatchback 它的车身长度是4345mm。City Sedan 的话，它的车身长度是4553mm， 两者之间相差了一个208mm啊。如果男生你有208mm的话，我觉得你的女朋友应该会非常的幸福啦。City Hatchback 和 City Sedan 在这个 door handle 上面呢，也是有一点分别的。首先 City Hatchback 4个版本，它的 door handle 都是采用了 body 的 color， 然后 City Sedan 的话 ，E 版和 V 版本是采用了 chrome 的 door handle。S 版和 RS 版本才是采用了 body color， 这一点的话就是这两辆车的一个小区别啦。不过呢，这个 Lane Watch Camera 呢是只有 V 版本和 RS 版本才会有的啦。City Hatchback 它3个版本的铝圈的配置上面也是有点不一样啦。S 版本和 E 版本的话，它是采用了15寸黑银双色配的铝圈，搭配了一个 Continental UC6 的轮胎；而 V 版本的话呢，是采用了这个16寸 Chrome 加上 Matte Silver 的铝圈，搭配了一个 Toyo Process 的轮胎。是185/55R16的尺寸呐。然后有网友留言讲到啊 ，V 版本的铝圈看起来真的是不够层次感呐。其实解决方式也是很简单的啦，你只要拿 RS 版本的铝圈的图，去找一间喷漆厂去喷成同款式，就可以解决了咯。这个 City Hatchback 的尾部设计，我个人觉得看起来非常圆润，不过呢是真的非常好看的啦。而且啊，它少不了和 City Sedan 一样的立体式的 LED 尾灯。整体设计来讲的话，看起来真是非常有辨识度。讲简单一点的话，就是如果你跟在这辆车的后尾，你就很容易认得出这是一辆 City Hatchback 啦。买 Honda 车最主要的还是它的承载能力，还有它的空间表现呐。这辆 City Hatchback 有着 Honda 最主打的 Ultra Seat 功能，椅背在没有倾倒的情况之下，这个尾箱容量呢，它是有289升啊。这点是比起它的同级对手是多了3升。当这个椅背倾倒之后，这个尾箱容量就来到了1189升。再来，如果你要载比较高的货物的话，比如你要去IKEA载一个比较高阔的家具，你可以把这个椅子折上来，你就可以得到另外一种的承载方法啦。要不然的话呢，哪一天你被你老婆赶出家门，你可以把前座的椅子躺成一个很平躺的状态，你就可以在这个车上过夜啦。不管是要去载露营的用具，还是在大货物，或者是在车上过夜，这辆车它都是可以胜任的哦。Nice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辆 City Hatchback 最主要的动力配置。上一代 Jazz 的话，它的引擎是采用了 1.5 单凸轮轴自然吸气引擎，而这一代的 Honda City Hatchback 它是采用了和 Honda City Sedan 一样同款式的 1.5 双凸轮轴自然吸气引擎，搭配了 CVT 的变速箱啦，所以它的最大马力呢是121匹，最大扭力呢则是145牛米。
这个双凸轮轴和单凸轮轴的区别在于就是单凸轮轴呢，它是采用一支 camshaft 来控制进排气的 timing， 然后双凸轮轴的话，它是采用了2支 camshaft 分工合作来控制进排气的 timing。再来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单凸轮轴它是属于低扭爆发性比较强，高速的时候它的尾力比较弱，然后双凸轮轴它是低扭爆发性比较弱，高速的时候它的尾力比较强啦。当然也不止这些啦。对于这个双凸轮轴跟单凸轮轴的区别，可能就观众朋友要自行去谷歌一下啦。毕竟如果今天讲完的话，我相信这个内容会非常的长啦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T Hatchback 它的后座乘坐体验到底为如何啦。首先配置来讲 ，V 版本的椅子全车都是采用了皮椅 ，S 版和 E 版是绒布的椅子，然后它中间是没有 armrest 的，然后中间这个乘客的安全带呢是被设置在这个车顶上面。再来就是 City Sedan 本来有这个后座冷气出风口，到了 Hatchback 上面也是被拿掉了，变成一个置物空间，下面有2个充电孔啦。而至于为什么会拿掉这个冷气出风口，据这个 Honda SA 跟我讲啦，是因为这个 City Hatchback 它车身长度比较短，所以前排的冷气是足够吹到后排来。而至于 RS 版本会有这个后座冷气出风口，是因为为了让这个 Hybrid 电池是可以更加散热啦。这个说法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你们可不可以接受啦。再来这个乘坐体验来讲，前排的椅子已经调成最靠后的距离了哈，可以看到有2个拳头的距离，这个表现空间真的是很棒哦。可是呢，它的头部空间就1个拳头塞不进啦，我是只有170cm 啦，受一个180cm 的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啦。然后这个椅背的倾斜角度，我个人觉得就比较直了一点，然后它的椅垫长度也会比较短，所以我必须把我的脚放在前座的椅子下面，然后身体再靠斜一点，我才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乘坐姿势啊。基本上这个就是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它的后座乘坐体验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前座内饰到底有什么变化吧。OK，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ity Hatchback 它的内饰和 City Sedan 有什么不一样啦。这个 City Hatchback 的内饰最大的分别就是采用了我最喜欢的全黑色的内饰，可以看到 Dashboard 这边它是采用黑色的皮革加上 Piano Black 的饰板作为搭配啦，整个看起来真的是非常 sporty。而至于 City Sedan 它 V 版本，它这边是采用了白色的皮革，不是讲白色皮革不好啦，只是讲白色皮革你要定期的去擦干净，还有去保养啦。然后你擦干净的这个布啊，你要小心啊，不要脱色，因为脱色的话沾到这个白色皮革，它的处理会比较麻烦，也比较多工啊。当然也不止 Dashboard 啦，它车门板也是有黑白区分啊。再来我们看过来，这个很大的8寸触控机，它是可以支援 Apple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 的，这个只要1版本开始就会给到你啦。然后看下来这边这个冷气旋钮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，哇，它这个旋转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悦耳哦。非常爽利，非常的爽。不过呢 ，S 版本它是没有 Auto Aircon 功能的哈，是 E 版本和 V 版本才会有这个 Auto Aircon 的功能。然后3个版本它都是单区恒温控制啦。不管是 City Hatchback 还是 City Sedan， 我个人觉得它们都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功能，就是它的 Steering Wheel 啊是可以做前后上跟下的调整。对于那些驾驶姿势非常喵的 driver 来讲的话，这个功能啊，确实可以帮助到他们找到他们非常心意的驾驶姿势啦。再来就是从 E 版本开始，它就会给到你 Head Shift 的功能，加上 Cruise Control 啦。然后这个 Steering Wheel 上面的这个按钮啊，我也非常喜欢啊，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清脆啊，非常的悦耳啊，真的是很爽哦，看到。前座的乘坐体验来讲，我个人觉得它的椅子的泡棉设定呢是非常的软硬适中。然后包覆感来讲的话，不管是这个椅垫的包覆感啊，还是这个椅背的包覆感啊，其实真的是非常舒服。对比起后座的乘坐感来讲的话，我真的是非常满意这个前座的乘坐体验啦。最后我们来聊聊一下这个安全配置啊。这个 S 版本和 E 版本的 airbag 它是给到4颗 ，V 版本的话是6颗的 airbag。而那些基本的电子安全辅助配置，包括了有这个 Hillside Assist 啊、VSC 啊、ABS 啊、EBD 等等这些基本的电子安全辅助配置，也是全系的标配。毕竟啊，都2022年了，没有这些安全配置的话，是很难吸引到那些新的买家的啦。而至于 Honda 最主打的 Honda Connect 和 Honda Sensing， 是只有 City Hatchback RS 版本才会配有的啦。而至于未来还会不会推出 V Sensing 版本，
我个人觉得就拭目以待吧。好了，今天这部视频就到这里了。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呢，就麻烦你帮我按赞、分享出去。当然啦，也希望你支持我一下，订阅我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啦。在这里也先预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哦。好了，我们下个新的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